喂，王总，我想给你请个假。请假？现在都几点了？怎么这个时间请假呀？我的小孩突然发高烧了，我去不了，我得带他去医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真是，这个点才请假，这不是成心的吗？进。王总，怎么了？这今天发工资了，我看不对，所以去财务部核实了一下。财务部说，我请假的那一天，你扣了我1000块钱。啊，你来找我就是因为这件事呀？没错，是我让他们扣的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这我请假的那天给你打电话了，你也同意了呀。就算要扣工资，你扣我当天的工资就行了，怎么还扣我1000块钱呀？我这么做呀，也是按照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。这老话说得好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。可是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你扣我1000块钱，这是不是太多了？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呀还是看在你是公司老员工的面子上，才扣了你1000块钱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那种行为啊，属于旷工，这严重的呀，我可以直接把你给开除了。这怎么能算旷工呢？我那天明明给你请假了，你也批准了呀。我批准了吗？这谁能证明呀？难道咱们公司是什么规矩你不知道吗？这请假呀需要提前1天报备，你呢？提前了没有？这当时的情况我也给你解释了呀，是我的孩子突然发高烧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也不会给你请假的。合着就你有急事，这别人家里都没有急事呀？如果咱们公司里的员工全部都像你一样，这临时请假的话，那公司还怎么运转？这公司还干不干了？老板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这我在公司都干了这么多年了，确实没出现过这种情况，那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才给你请假的。行了，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公司的规定呀是不能改变的。这钱呀也已经扣过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扣你1000块钱已经够给你留情面的了。你呀多余的话就不用再说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这么大的公司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你也说了，我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如果我对每一个员工都讲人情味的话，那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人。这工作你要是能干就干，不能干现在就可以辞职给我滚蛋。行，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了，这份工作呀，我不干了，我辞职。你辞职就辞职，你吓唬谁呀？我告诉你，就你的那个岗位，你不知道多少人盯着了。就你今天走，明天呀，我就找人能顶替上。不过我丑话给你说到前面，咱们公司呀还有一个规定，就是离职啊需要提前1个月申请，否则的话呀，这当月的工资1分钱都没有。行，这个工资你愿意扣就扣吧，反正你们公司呀，我1天都不想再待了。哼，没想到还挺有骨气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谁稀罕你待在这家公司呀？什么呀这是？不是，怎么这么多离职报告呀？这员工都走了，公司还怎么运转呀？董事长，这是我的离职报告。什么？燕子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也要离职？对。这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回事？你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吧。从我自身找原因？不是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还不是因为小梅的那件事。你说她可是公司的老员工，陪着公司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，就因为她请了1天假，你就把她给开除了。这底下的员工啊，都在议论纷纷的。他们都说，继续跟着你这种老板干下去的话，说不定哪一天就被裁了。你的做法实在太让他们寒心了。这你们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当初他请假，我没有把他给开除，只是扣了他1000块钱的工资而已，是他自己不服气，主动提出来辞职的。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我们都很清楚。你说他都打电话给你请假了，你还要扣他1000块钱，
这员工的工资一个月有多少钱，你又不是不清楚，你怎么能一次扣人家1000块钱呢？我这么做也是按照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呀。你说说，我这么大的公司，没有规矩的话，这以后怎么管理工人、管理员工呀？规矩这个事儿，我懂，我也能理解。可是你说小梅姐，她孩子都发烧了，她就请个假，那这件事你也不能这样做呀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小梅姐都是公司的老员工，一直在公司里兢兢业业的。我现在呀也明白了，这些提出离职的员工是不是都是听说小梅的事情以后提出离职的？对，你说这谁家还没有个突发情况呀？那如果他们遇到这种情况，给你请假，是不是也被扣1000块钱，然后被逼辞职呀？燕子，你说如果公司的员工全部都提出离职的话，那我这家公司不就完蛋了吗？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上哪招这么多人呀？老板，我说句不该说的，这是你先不仁的，也别怪他们不义了。燕子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别离职的，你帮我去安抚一下这些老员工，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呀，确实是我处理不当，这以后关于公司的一些规定我会改的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呢，等一下就去找小梅，我把她请回来。你真的是这样想的？当然了，我相信这你们在公司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对公司也是有一定的感情的。你呢，就去帮我劝说一下他们，这以后我肯定会改的。行，那我等一下就去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。说实话，老板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公司待的都挺长时间的，对公司也有感情，我们也不想走。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太让我们寒心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提出离职的。燕子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我都懂。这以后你们把公司当成家，我呢也会把你们当成家人的，去帮我劝说一下他们吧。好，老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就是跟他们好好说说。那行，把你的离职报告拿回去吧。行。看来这件事确实是我处理不当，我现在啊就去找小梅。谁啊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啊，小梅，你好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。进来吧。哎，好。这家里被你收拾的挺干净的呀。坐吧。哎，好。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小梅，我这次来是专门给你道歉的。前几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。这我都不是你公司的员工了，你也没必要跟我道歉。你不要这样说，这当时处理事情啊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死脑筋，非要按照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去处理你这件事情。毕竟当时你也是事出有因，你说这孩子发高烧了，这换做谁不着急啊？这当时呀是我处理这件事情太过激了。小梅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扣你的工资啊还给你，你呢继续回公司上班，这以后你的工资呀正常发放。老板，其实你扣我那1000块钱，我也无所谓。可是我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可是你呢？你居然这么对我，你说谁家没个急事呀？你的做法呀，真让我心寒。是，你说的这些，现在我都能理解。当时呀，是我考虑的不周到，太死脑筋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以后公司的这些规定全部都会改的，我也会变得有人情味儿，这公司也会变得人性化。老板，既然你今天都找上门这样说了，我呀也会回公司继续工作的。那这可真是太好了，这欢迎你回公司啊。其实我在公司也工作这么长时间了，早就把公司啊当成自己家了，这冷不丁的回来，还真有点不舍得。你放心好了，小梅，以后我会改变的，我也会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家人。等你回到公司以后呀，我带着你好好干，以后咱们一起挣大钱。好的，老板，我相信你。那个小梅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能相信我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这样吧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明天我在公司等着你回去。那行，哎，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一下。哎。